喂，你妈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没事。老赵，我今天经历了一件本应该很高兴的事情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说来听听。我告诉你，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。我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，我一下子变成富婆了。你本来就是富婆，你一家都是富婆。哎呀，志和你错了啊！我现在变成我们家最大的富婆了。今天下午我妈来找我，扑克牌一样的房产证啊，上面写的全都是我的名字。我妈一股脑全给我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除了公司是靠银行贷款和预付款运营的以外，我们家有80%的钱都在我手里。你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开车过来。为什么呀？赶紧去你家看看你妈。我妈？我妈怎么了？我轮班的时候，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妈她会不会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过去。你在家乖乖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妈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，怎么办，老赵？我刚才就不应该让我妈走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怎么这么傻呢？我妈一股脑把财产全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快接电话呀！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到。吃这个药啊？哎呦，你们俩是不是以为我要自杀呀？哎呦，就吃个维生素而已。想啊，妈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怎么会扔下你不管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，宝贝儿宝贝儿别哭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妈没事儿啊。老赵，都怪你谎报军情，罚你回去跪作业本。小的知错，小的知错。小赵，谢谢你啊，你看你这么上心。不是你们怎么会以为我会自杀呢？不是，小许跟我说，您把所有的房产证都给他了，还说了很多不吉利的话，听上去特别像是交代后事。再加上最近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怕您万一一激动想不开。不过好在人没事儿。
那行，那既然没事儿，你就陪着阿姨吧。我得先回趟医院了，还等我。啊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路上小心哦。走了，阿姨。来玩啊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我都叮咛你多少遍了啊！哎，这事儿啊不能跟赵医生说，反倒好。哎，一转过身什么都告诉别人。平常看你挺精明的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忘了？哎呦妈，你不用防着老赵，人老赵才心高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人会变的。哎，你现在觉得什么都好啊，这没准什么时候这翻脸不认人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还是太轻率了。不可能，妈，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老赵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他是一个一心一意、正大光明的人，就算以后变了，但是一个人的人格是不会变的。我认准他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是认准了，以后要是万一如果，哎呦，妈，你可以不信任我吧，但是你不能把气撒在人老赵身上呀。好吧。妈，说正经的啊，你说你刚得到消息我爸回上海了，他回来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替你哥还钱呢，免得你奶奶惦记。他明知道我肯定不会分家，所以没准会背着我偷偷转移财产。妈，你是不是打算出手了？再也不客气了？唉，走着看吧。你既然知道我爸背着你动手动脚的，你怎么不阻止他呢？你是不是有点不敢面对我爸？有那么点儿。你想，妈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跟你爸走了几十年，哎呀，不到那一步，妈真的是不想撕破脸。现在这个事情还不知道怎么了结呢，等你爸回来再说吧。但是不管怎么了结，妈妈心里有准备了。妈，没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在呢，我罩着你。哎呦喂，你能罩着什么呀？小看我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小能人儿。喂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呀？陪陪他呗。说实话，以前觉得我妈可怜，现在就更加觉得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俩经常吵架，我妈又哭又闹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就想通了。她说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么多小美女想白吃白喝，她管不过来，只能管住我爸的唯一法宝——钱。其实我挺喜欢钱的，但是今天看到我妈拿出那么多的房本，
我真的不觉得他幸福，挺难过的，替他难过。没事，以后我们好好对你妈。赵启平，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可不许像我爸那样啊！你要是像我爸那样，我可没有我妈那么好的脾气。放心，那，根据你家的家学渊源呢，如果以后我们俩谁出轨，谁就净身出户。我再单方面补充一条，如果被我发现你出轨，掐死你！哇，这么帅呀，铁血真汉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你得多爱我呀！你杀了我，你不怕坐牢呀？不怕判死刑吗？所以，还满意吗？但是我要补充一条啊，你要是出轨的话，我就把你变成植物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那，什么时候变这么贤惠了？好玩吗？就是很坑爹这个游戏，要充钱。哎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我呢有个朋友，家里破产了，要借钱啊？不是要借钱，他破产以后呢，就直接从我们这圈子里消失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钱了，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啊？会不会身边的朋友都不理我了？没了工作，没了事业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暴发户的二代，经常会被人看不起。但现在想想，我至少还有钱啊。如果一旦连钱都没有了，我会不会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哪一天我的手腱断了，不能再拿手术刀了，我最多不是赵医生，但我还是赵启平啊，对吧？所以就算你没钱，曲筱绡还是曲筱绡。我没有钱了，你还是曲筱绡吗？因为我不是因为钱和你在一起的，我想，你小曲的那些朋友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和你在一起玩的，对吗？这个季度完成了3个项目，年底之前还有2个项目。相比去年，我们的业绩有了很大的增长。今年增长了12%，同行业的增长率只有7%到9%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加强了业务培训，运营部和营业部定期安排学习活动。他们，曲总，营业部和业务部安排了学习活动，定期开展业务差错分析。你跟大伙说一声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今天通知大家开会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的家里出了点事情。由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决定把公司交还给集团。
也就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你们的总经理。总公司很快会派人来接替我的职务。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可能我的决定太过于任性，但是比起公司，我更看重我的家庭。我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，即使我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。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，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对不起。徐总，大家都很理解你。没错，徐总，您家里有什么事儿您自己去忙就行，公司都有我们的。对呀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一路陪着我，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纨绔子弟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们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2年里，我们拿下了 GI 总代，我们完成了3个大型项目跟10多个中型项目，我们创造了上千万的利润。我们在分公司里名列前茅，你们真的很棒，特别特别棒。谢谢你们。能跟你们共事真的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决定了，小曲，加油！小曲，加油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是最棒的，爱你么么么么。要照。曲曲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啊？告诉我，怎么了啊？哭这么伤心，什么事？你跟我说。嗯？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啊，有我在。我把什么东西都还回去，可是我爸爸妈妈还是要离婚。
我了，他们真的丢下我不管我了。不会的啊！就算他们离婚了，他们也是你爸妈，不会不管你的啊。你不知道，我爸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么爱我。他跟我说，我奶奶重男轻女，重视娶人节。其实这个跟我奶奶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是你爸自己也这么想，他不会这么对你。我爸他还得了便宜卖乖，他一面想着照顾他的前妻，照顾我奶奶，一面又想让我妈帮忙打理公司。我妈她多傻呀！我妈就这样同意了，就这样被骗了几10年。老赵，去年结一输就是几千万上亿，举家砸锅卖铁的替他还钱。可我呢？我挣点钱我就这么的不容易。我为了跑生意，我几10个小时连轴转，我4天飞了3个国家。可是我爸他根本就不在意，他都没有想过我得多累呀，我得多努力，我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还有什么好郁闷的？这样的人何必让他勉强跟你妈在一起？与其勉强维持所谓的家，还不如让他们俩分开，对谁都好，是不是？我明白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就是心里难过，特别的难过。不难过啊！以后呢，我们俩就好好孝顺你啊。他想去哪玩呢，我们就带他去；他想跳广场舞，我们就陪他跳，对吧？他想吃农家乐，我们就陪他吃农家乐；他喜欢什么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给他买什么漂亮的衣服。啊，别哭。老赵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把公司还有房产本我都还回去了，可是他们2个还是要离婚。这下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公司也没有了，我家也没有了，我就剩下我这个人，孤零零的，像个孤儿一样，特别可怜。没事啊，你还有我，我养你。不会吧？我今天请叔叔阿姨来，是想替潇潇说2句话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外人，没资格掺和你们家的家事，可我还是这么干，因为你们伤害了潇潇。看她那样，我很心痛。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，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？她看得起谁，就对谁什么都好，反之，他就事事针对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他待人有2套标准，而这2套标准是你们教给他的。你们出于各自的目的，从小培养他以不同的标准待人，其实这让他很吃亏，常常被人误解。即使是这样，他还是爱你们的。他甚至放弃所有你们给他的一切东西，只希望能够一家团圆。小赵，你别说了。阿姨，我得说，我得把潇潇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其实潇潇不喜欢钱，她努力工作、努力赚钱，只是为了让你们高兴。她要证明自己不比曲连杰差，因为她只有做得比曲连杰好，好10倍，好100倍，叔叔才可能给她一丁点的爱。
才会看得起他。可是凭什么？就凭曲连杰是个男的？您不是没有把家产给过他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？1个亿，丢了整整1个亿啊！你为了帮儿子填补这个黑洞，甚至不惜用1辈子的心血去冒险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想过潇潇的感受吗？想过阿姨的感受吗？还有阿姨，叔叔重男轻女，你应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为潇潇说话，而不是容忍她处处退让。更不应该让潇潇夹在你们中间做你们博弈的棋子。潇潇不是你们争家产的帮手，更不是你们用来刺探对方的工具。她是你们的女儿。你们要离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以后你们怎么对待潇潇，我也没法干涉。但是有一点。你们不要他，我要；你们不养他，我养。哪怕粗茶淡饭一点，但我会让他活得很简单，活得很快乐，活得神采飞扬，像他原本应该的样子。